Bottom line, I simply want to make ever better car, no matter what kind of the powertrain they have. 特斯拉凭借其前瞻性的布局，一度在电动汽车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然而，这种优势并非牢不可破。汽车巨头丰田正全力以赴，计划通过一项颠覆性技术固态电池来挑战特斯拉的行业霸权。在多年深耕混合动力技术，并在纯电动汽车领域稍显落后之后，丰田终于推出了固态电池原型。据称，该电池能够提供超过1000公里的续航里程，并且能在短短15分钟内完成极速充电。为了在电池技术上实现突破，丰田已投入超过13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用于创新研发。其固态电池的推广将首先在豪华品牌雷克萨斯车型上进行，随后计划在2028年前将这项技术普及到大众市场车型。丰田的这一举动不仅意味着它正在快速追赶电动汽车领域的先行者，其新型电池技术甚至有可能彻底动摇特斯拉目前所拥有的领先地位。让我们密切关注事态的后续发展。丰田这家汽车行业的巨头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其转型的速度令人瞩目。在整个2010年代，丰田始终坚信混合动力技术才是通往碳中和的最佳路径。这种理念深深植根于其标志性的混合动力车型1997年诞生的普锐斯。这款车型最终成为了全球最畅销的混合动力汽车之一。截至2022年，丰田在全球范围内已售出超过2000万辆混合动力汽车，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就。然而，市场风向已经悄然改变。未来的汽车市场似乎不再允许中间路线的存在，而是更加趋向于纯粹的选择，要么是燃油车，要么是电动车。对于这一点，丰田有着清醒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丰田向全面电气化转型的努力已经开始显现成效。2023年，丰田在全球范围内售出了大约15万辆电动汽车，这是一个显著的飞跃。要知道，仅仅在1年前，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的电动汽车销量还仅略高于2.4万辆。这主要依赖于 BZ4X 跨界 SUV 以及少数在特定地区销售的车型。2023年电动汽车销量近5倍的增长，不仅反映了丰田生产策略的快速调整，也清晰地表明全球消费者对纯电动车的需求正在日益增长。销量的增长也印证了丰田的一个重要认知：仅仅依靠在混合动力领域的优势，已经无法确保其在未来汽车市场中的地位。市场环境在变化，丰田也在积极适应和变革。其新战略的核心举措之一是将旗下的豪华品牌雷克萨斯定位为尖端电动技术的先锋。雷克萨斯在2023年的全球销量超过82.4万辆，这不仅是高端汽车工程的象征，更将成为丰田测试和应用顶级创新技术的战略平台。2022年推出的雷克萨斯 RZ450E 标志着该品牌首款纯电动专属车型的诞生。RZ450E 基于与 BZ4X 共享的E减 TNGA 平台打造，体现了丰田将豪华性能与电动效率相结合的努力和探索。此外，雷克萨斯还宣布计划在2035年实现全面的电动化，而欧洲和北美等市场将更早完成这一转型。这种分阶段推进的策略，使得丰田能够在扩大丰田品牌电动车型规模之前，对其电池技术、动力总成软件以及生产物流进行更加精细的调整和优化。丰田全新的愿景体现在其2021年发布的超越零排放计划中，这是一项旨在推动全面转型的广泛电气化行动。作为该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丰田承诺到2026年实现年销售150万辆电动汽车的目标。考虑到2020年其全球电动汽车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个目标无疑是雄心勃勃的。为了支持这一转型，丰田承诺在2030年前投入大约135亿美元，用于电池研发和电气化基础设施建设。这笔资金不仅将用于开发新的车辆平台，还将覆盖电池的研发和生产设施的建设。这项投资不仅包括新型车辆平台，还涵盖了电池技术的研发、固态电池的试验、软件的集成以及专用电动汽车生产线的建设。到2030年，丰田计划在丰田和雷克萨斯两大品牌下推出30款全新的电动车型，从而实现全球电动汽车年销量达到350万辆的目标。为了支持其电动化战略，丰田正在对其全球生产网络进行重组。在美国市场，丰田宣布将在2024年向其位于肯塔基州的工厂投资13亿美元，用于电动汽车生产的准备工作。预计首款在美国组装的纯电动车型将于2025年下线。与此同时，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利伯蒂市的电池制造厂正在建设中，计划于2025年投产，预计年产能将能够满足120万辆电动汽车的电池需求。在日本本土，丰田最具历史意义的工厂之一园丁工厂正在进行升级改造，未来将转型成为核心的电动汽车装配基地。
该公司还在积极探索在欧洲扩大电动汽车产能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英国和土耳其，计划通过升级现有的生产设施来实现电动汽车的量产。就在几年前，丰田的高管还曾公开对纯电动汽车表示怀疑，并提出了充电基础设施、电池供应以及消费者接受度等方面的担忧。丰田前任社长丰田章男曾发出著名的警告，如果全球电力系统仍然依赖于高碳排放的发电方式，那么快速转向电动汽车可能会导致电网负荷过重，并对环境造成损害。尽管这些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但在当时外界普遍认为丰田在拥抱电动化未来方面已经落后于特斯拉和现代等竞争对手。如今丰田已经重新调整了其战略方向，这家汽车制造商正大力推进电池技术的创新，计划在2027年前实现固态电池的商业化应用。相较于传统的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有望实现更快的充电速度、更长的续航里程以及更高的安全性。如果丰田能够成功实现该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其性能和耐久性将有望显著超越众多的竞争对手。2023年，丰田的工程师宣布成功研发出固态电池原型，该电池单次充电即可实现1000公里的续航里程，并且只需要10分钟即可完成充电。尽管起步较晚，但丰田的电气化战略得益于其在精益制造和全球物流方面的丰富经验。随着电动汽车行业日趋成熟，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丰田在供应链管理、质量控制和成本优化方面的深厚造诣将成为其关键的竞争优势。此外，丰田遍布全球的经销和售后服务网络，尤其是在北美、东南亚和中东等重要市场，使其在电动汽车的推广和维护支持方面具备显著的物流优势。关键在于，丰田的策略也展现出了显著的区域适应性。在中国，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丰田正与国内领先的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合作，共同开发符合当地消费者偏好的电动轿车。双方联合推出的车型丰田 BZ3 于2022年末在中国上市。该车型采用了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技术，旨在提升安全性和能量密度。在欧洲，日益严格的排放法规正在加速电动汽车的普及进程。丰田 BZ3 在欧洲市场表现强劲，其先进的电池技术使得该车在欧洲市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2022年末在中国上市的丰田 BZ3 采用了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技术，显著提升了安全性和能量密度。在欧洲，严格的排放法规正加速推动电动汽车的普及，丰田正逐步扩大其电动车型阵容，以满足日益严苛的车队平均氧化碳排放标准。到2025年，丰田计划使其纯电动车型至少占到其在欧洲总销量的10%，其余车型则为混合动力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尽管这一目标不如大众或雷诺等欧洲竞争对手激进，但这一转型标志着丰田在欧洲市场全面拥抱电气化浪潮的时代已经到来。此前，其一直持观望态度。未来几年将检验这家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能否迅速重塑自我，并在曾经犹豫不决的领域实现领先。丰田的基础设施与战略布局。丰田电气化战略的核心支柱是开发专用的纯电动平台。该平台的设计旨在实现长期的可扩展性和全球范围内的适应性。与其他一些汽车制造商早期将内燃机架构或混合动力平台改造为电动汽车的做法不同，丰田的新架构是专门为优化电池布局、空气动力学性能、车辆动态以及重量分布而打造的。该平台隶属于丰田更宏大的丰田新全球架构 TNGA 计划之下。TNGA 计划已经成功地优化了内燃机和混合动力车型的生产流程，而内部通常被称为翼减 TNGA 的电池专属扩展计划将进一步深化模块化设计，使得各种不同类型的车型都能够采用共享的零部件进行生产。其涵盖范围从紧凑型城市车辆到3排座 SUV 以及轻型商用车。丰田同时表示，这些车型将采用高度自动化的共享生产线进行生产。生产线将配备能够适应不同车型的灵活工具，只需要进行少量的调整即可实现车型之间的切换。该模式目前正在日本、美国和欧洲的新建及现有工厂进行试点实施。丰田正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改造其装配线，推行人工智能驱动的质量控制系统，并引入能够在更狭小空间内进行精准作业的机器人。丰田制造体系革新的核心目标是降低车辆的复杂性。该公司已经明确提出目标，要在电动汽车的装配过程中将零部件数量削减多达30%。此举不仅能够降低生产成本，还能显著加快生产速度。例如，丰田正致力于将更多的功能集成到更少的控制
单元中简化线束的设计，并采用新型的制造技术，例如巨型铸造，即将大型的铝制部件作为单个零件进行生产，以取代数十个甚至更多的小型部件。这些创新有望显著降低劳动强度，并提高车身结构的刚性。这两点对于电动汽车的性能和安全性都至关重要。丰田还在大力投资于数字孪生和预测性维护系统，以便能够实时监控设备的磨损情况和工艺流程的变化。这些技术已经在部分先进的工厂投入使用，将有助于丰田保持其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丰田同时投资数字孪生与预测性维护系统，实时监测设备磨损及工艺波动。这些已在部分先进工厂部署的技术，将助力丰田在多大陆保持生产一致性，并在2026年后实现激进的产能扩张。通过其遍布全球的研发中心网络，包括日本爱知县、比利时扎文腾、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等基地，丰田正以长远的眼光统筹部署其新一代电动汽车的全球布局，其目标不仅仅是参与电动汽车市场，更要凭借更经济、更耐用、长期来看更受大众欢迎的车型来重塑整个市场格局。那么丰田将如何超越特斯拉呢？答案很可能在于其更优异的电池技术，让我们拭目以待。特斯拉4680电池 vs 丰田固态电池原型。随着全球电动汽车领域竞争的日益激烈，争夺下一代电池技术的主导权已经成为决定性的战场。特斯拉与丰田这两大汽车巨头正采取截然不同的技术路径，以期解决电池性能、安全性和可扩展性等关键难题。特斯拉的4680圆柱形锂离子电池已经应用于量产车型，而丰田的固态电池原型则承诺在能量密度和充电速度方面实现突破性的提升。让我们对这两者进行一番对比。特斯拉4680电池单元于2020年9月在电池日活动中首次亮相，其采用无吉尔的圆柱形锂离子电池设计，与早期车型使用的2170和18650电池相比，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4680电池通过采用无吉尔设计，提升了单位体积内的能量存储量，同时降低了内部电阻，从而增强了热性能，并实现了更快的充放电循环。通过去除传统的集流体吉尔，特斯拉缩短了电子在电池内部的传输路径，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发热量，并实现了更高效的能量传输。目前4680电池正应用于在德克萨斯州生产的特斯拉 Model Y 以及奥斯汀 Giga Texas 工厂制造的特定版本的 Cybertruck 车型上。特斯拉宣称，搭载4680电池的车辆在满电状态下续航里程可达600至700公里，具体数值取决于车辆的配置、空气动力学特性以及电池组的容量，这相较于早期的电池设计实现了显著的提升。此外，4680电池单元还支持快速充电功能。当连接到特斯拉专属的超级充电站微斐时，可以在大约25至30分钟内将电量从 10% 充至 80%。然而4680电池本质上仍然属于锂离子电池的范畴，因此也保留了该化学体系固有的关键局限性。其电解液为易燃的有机液体，在过热或内部短路的情况下，存在发生火灾的风险。尽管特斯拉采用了全面的电池管理系统和热控制技术，但电池起火的事件虽然罕见，但仍然时有发生。此外，与所有锂离子电池一样，4680电池反复的充放电过程中也会逐渐出现容量衰减的现象，尤其是在高温或大电流的条件下更为显著。行业数据显示，锂离子电池在完成大约1000次完整的充放电循环后，其容量会损失大约 10% 至 15%。不过，特斯拉的主动热管理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现象。反观丰田的固态电池，其最大的特点是以固态材料替代了传统的液态电解质。这种固态材料既能够传导离子，又具备更优异的热稳定性和结构稳定性。这种架构本质上更加安全，因为固态电解质是不可燃的，并且消除了热失控的风险，即电池因内部过热而引发起火的现象。丰田的原型固态电池于2020年首次公开披露，并在2023年7月的技术简报会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详细介绍。其设计目标是单次充电能够提供超过1000公里的续航里程。此外，该电池还支持极速充电，目标是实现10分钟内充满电。这将彻底超越市场上任何现有锂离子电池电动汽车的性能。除了性能上的优势之外，固态电池还具备多重附加价值。由于固态电解质的稳定性更高，这类电池能够在更宽广的温度范围内高效运行，尤其是在零下的低温环境中。传统的液态电池在这种环境下往往会出现导电性下降和性能衰减的问题。固态电池的预期寿命也更长。早期的实验室测试显示，在完成超过2000次完整的充放电循环后，其容量衰减的幅度
度非常小，这意味着电动汽车有望实现80万公里的行驶里程，而不会出现显著的容量衰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丰田的固态电池目前仍然处于原型阶段，尚未投入商业化生产，大规模量产的计划预计将于2027年启动。如果能够成功实现商业化，固态电池或许将大幅减少甚至消除对庞大且昂贵的快速充电网络的需求。凭借超过1000公里的续航里程和10分钟的充电技术，驾驶者将能够像使用传统燃油车一样自由出行，而不再受制于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的限制，这对充电网络相对稀疏的发展中地区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固态电池安全性上的提升，还有可能重塑电动汽车的保险和监管格局。鉴于电池起火和热失控事件是目前电动汽车最令人担忧的风险之一，更安全的电池化学体系或许能够带来更低的保险费用、更简化的安全法规以及消费者更高的信任度。包括欧盟、美国和日本在内的监管机构已经着手研究固态电池部署可能带来的影响，包括对其碰撞标准、热阻测试规程以及回收流程的潜在调整。特斯拉的4680电池组可以作为底盘的承重结构，这种创新的设计既减轻了车身重量，又提升了车身刚性，并降低了制造成本。而固态电池凭借其更轻量化和更高的能量密度特性，将为未来的汽车设计创造更大的灵活性。如果丰田的固态电池能够成功达成其性能目标，并实现经济化的量产，那么当前的锂离子电池电动汽车，包括搭载特斯拉4680电池的车型，将在续航里程、使用寿命以及安全性等关键指标上显得落后。如果现有的电池供应商，例如宁德时代、LG 能源解决方案以及松下等，未能及时转型到固态电池技术，他们目前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也将面临严峻的威胁。那么丰田的全球推广战略是怎样的呢？丰田全球推广计划作为全球销量第一的汽车制造商，丰田汽车公司正通过一个多阶段的全球电动化布局，采取一项稳健而又雄心勃勃的战略。其于1989年创立的豪华品牌雷克萨斯正成为固态电池技术的试验场。该公司已经确认，目前将限量推出搭载原型固态电池的量产车型。习惯于高端创新的雷克萨斯客户更有可能容忍早期阶段技术可能存在的一些局限性，这使得丰田能够在北美、日本和欧洲等关键市场监测电池在各种不同条件下的实际性能表现。这一策略有助于将因过早大规模部署仍在发展中的技术而可能面临的风险与大众市场上的丰田品牌车型隔离开来。丰田的最终目标是在克服关键的技术和经济壁垒之后，将固态电池技术引入主流市场。这种渐进式的推广模式与1990年代混合动力技术的成功部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丰田普锐斯于1997年在日本首次亮相，并在2000年实现了全球上市。这款车型最初的市场定位相对小众，但后来通过规模化生产带来的成本降低以及制造效率的提升，最终成为了大众市场的成功典范。同样地，丰田计划在2027年至2028年间启动固态电池的量产，并随着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和供应链的稳定，逐步将该技术应用到包括 BZ4 XUV 等更广泛的车型系列中。支撑这场全球电动化变革的是丰田强大的国际研发基础设施。在日本本土，丰田的总部所在地丰田市仍然是创新的核心，其电池研发中心以及与松下合资成立的 Prime Planet 能源解决方案公司为其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在欧洲，位于比利时扎文腾的研发中心以及丰田欧洲公司正根据当地市场的标准定制其电动汽车平台和相关技术。与此同时，美国丰田研究院 Trice 以及位于密歇根州安娜堡的研发园区正致力于整合在软件、车辆架构以及安全系统等领域的技术突破，以配合电池技术的研发进展。这种跨国协作确保了丰田的电动汽车技术既能够适应不同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又能够保持稳定的性能和可靠性。为了支持这场变革，丰田承诺在2030年前投入超过135亿美元用于电池研发、优化供应链以及升级工厂设施。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丰田电池制造基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座耗资38亿美元的工厂计划于2025年投产。在日本本土，该公司正将其位于爱知县的地保工厂改造为固态电池的生产基地。这些设施将在生产新型固态电解质以及锂镍硫化物等关键电池材料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材料对于固态电池的性能至关重要。丰田电气化战略的另一个基石是其电动汽车平台架构。一减 TNGA 丰田全新全球电动汽车架构
该平台已经应用于 BZ4X 及其姊妹车型斯巴鲁 Solterra， 其设计可以灵活地适配新型的电池形态，特别是固态电池组。丰田固态电池预计单次充电的续航里程可达1000至1200公里，并且支持在15分钟内完成超快速充电。这些突破性的进展直接解决了消费者普遍担忧的续航焦虑和充电时长问题，尤其是在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尚未完善的地区。如果这项技术能够成功落地应用，丰田将有望为电动汽车的普及铺平道路，并彻底重塑消费者对电动汽车性能和便利性的期望。此次转型也标志着整个电动汽车行业关注焦点的转移。近年来，行业的焦点常常集中于软件创新，从自动驾驶算法到空中升级，这一趋势由特斯拉引领，而丰田的策略则体现了一种优先级可能重新平衡的趋势，即将重心重新放回材料科学、储能技术以及硬件可靠性上。这种转向可能会重新定义电动汽车领域的成功标准，尤其是在欧盟、加州和中国等地区不断加强排放和能效标准的监管压力下，丰田的战略还可能加速整个汽车行业的变革浪潮。尽管包括大众与 QuantumScape 的合作，福特携手 Solid Power 以及现代汽车都已表达了对固态电池的兴趣，但目前尚未有任何一家企业提出像丰田这样明确的量产时间表。如果丰田能够率先实现固态电池的量产，将迫使其他竞争对手加快跟进的步伐，否则将面临落后的风险。此外，向固态电池技术的转型还可能重塑全球的供应链，减少对钴等材料的依赖，同时增加对硫、锂等不同化学形态材料的需求。尽管日益聚焦电动汽车，丰田仍然坚持多元化的发展布局。该公司始终致力于多元化的技术路线，涵盖混合动力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如 Mirai 的氢燃料电池汽车，以及使用合成燃料的内燃机汽车。然而，固态电池正日益成为丰田实现长期碳中和目标的核心基石。丰田社长佐藤恒志在2023年重申，丰田虽然对多种技术保持开放的态度，但固态电池是其未来战略的核心。如果这项技术能够以具有竞争力的成本实现更长的续航里程、更快的充电速度以及更安全的电池系统，那么丰田将有望超越现有的电动汽车巨头，引领汽车创新的新时代。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您喜欢这期视频吗？如果您喜欢，请点赞留言并点击订阅按钮，以免错过我们最新的内容。另外，千万不要错过此刻出现在您屏幕上的精彩视频，内容绝对超乎您的想象。